有哪些阴灵的机制让你觉得阴的没边？我先说一个R姐的石化魔眼。论数值，R姐的上下限有些大，但论机制，我们光是听见这个魔眼的名字都觉得有点离谱。设定上的描述是这样的：对魔力在 C 级以下时会无条件石化 ，B 级者则需受到豁免检定来判定是否被石化。虽然无法石化 A 级者，但会带给对方重压的效果，使全能力下降一个等级。也就是说，在 HF 剧场版的时候，红 A 如果没过检定，他就要被石化了。而且根据描述，R姐的魔眼属于是无法复现的能力，算得上是纯粹的机制了。而要论防御机制，那肯定非呆毛王的剑鞘莫属了。你只要聊起Fate的防御机制，这个剑鞘就是绕不开的。大伙儿聊战力的时候，经常在那说给呆毛王带上阿瓦隆会有多强多强，我都不说给呆毛装上阿瓦隆，光是 UBW 里拿在侍郎手里的时候，那个阿瓦隆表现出来的强大能力就已经是一副你知道的，侍郎一直是我好哥们。那时候我看着他都已经掏心掏肺了，我照样给他治愈到了生龙活虎的模样。你如果给呆毛王带上阿瓦隆，我都不敢想。但我看这 FGO 是挺敢想的，什么叫又有数值又有机制啊？黄蓝的那个固有技能骑士不死于徒手，也是相当阴险的机制。别的不说，你自己拿手里的武器，如果给他摸到了，就要被扭走喽。你就说阴不阴吧？而且看他在动画里的表现，他甚至连战斗机都能给你牛了。闪闪宝库里丢出来的也能牛，冷热兵器通吃啊！不知道狂蓝要是抓个导弹会变成什么样？提问：黄蓝抓地球能不能拿地球当武器？而在所有机制里，最容易被初见杀的，那肯定是必输了。有12连的必输，对于初次对战人来说，信息过于不对等，很容易就轻敌了。正常打下去，以为自己能给毕叔磨死，结果毕叔满血复活了。只是在 FGO 中亦有记载，当年盖提亚就是因为轻敌，被玩家用毕叔给单刷了。不过这个 Fate Stay Night 也是人才辈出啊，鸡妈的露露布雷卡当真是强的可怕。虽然真的要能把匕首插上去存在很大的限制，但是这个匕首要成功捅出来，强的就有点夸张了。露露布雷卡往小了看，在本传中能处理令咒，进而枪你阴灵；往大了看，在 HF 里面最后把黑鹰救下来的用的也是这个。神代大魔女的含金量这块有没有人懂啊？反正都在 Fate Stay Night， 怎么能少了投影魔术呢？就光是 Heaven's Feel 里面投影魔术都能投影宝石剑，这个机制就很夸张了。我了个跨越时间线获取魔力啊！虽然我们知道解析的时候闪闪的 EA 没办法解析并投影，但宝石剑可投影，也说明了不能被投影的东西反而是少数。这下真是你有一件我也有一件了，你没有的我也有。还有一个机制不能说很强，但阴是真的阴，岩窟王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每当孤达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大家总会去相信伯爵会来救场的？为什么？那当然因为伯爵怎么样都会突然出现在孤达身边。第一部终章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抵达的废气孔，伯爵嘻嘻一笑，从孤达的影子里钻了出来，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总在看着你，什么变态跟踪狂。最后一个烟雾镜，烟雾镜那就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机制了，不是剧情里的表现，也不是设定上的机制，而是指令卡的机制啊！嘿嘿，我就是想放放他的鬼叫。你觉得还有什么阴灵的能力在剧情里面表现强的有点诡异，或者阴的没边呢？在评论区发发呗，大伙儿一起吹吹水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